北京的阿姨买房被坑惨，当年是300万入手的别墅，如今只能卖120万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里，一会儿进到阿姨家里边去看看阿姨是个什么情况。我现在呢是位于北京边上的一个河北交界的地方啊，因为这个地方的别墅差不多都是价格相对较低的，所以很多北京的人呢也愿意到这儿来买一套养老。大家可以看一看，现在小区里边的绿化是非常漂亮的，已经绿油油了。中午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凉快。废话不多说，我现在带着大家进到阿姨的家里边去看一下，阿姨的这个3层的大别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阿姨家这个大别墅的门口了，这就是阿姨家的那个大别墅的进户门。现在我们进到院子里边去看一下，一会儿再带着大家进到房间里边去看看。一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大别墅是非常气派的，像这种别墅真有点像布达拉宫的那种感觉了。那这块呢是它的别墅的一个进院的这么一个入户门。接下来我们进到院子里边来看一下。来到院子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的院子是主要为了泡温泉而设计的，这是它的前院，它还有一个后院啊。现在呢，我们进到屋子里边去看一看。进来房间之后呢，在正对的这个入户门的位置呢，它设计的是一个这种客厅的空间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采光也是非常的漂亮。我基本上拍这房子是一个灯都不开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往前走，再来看一下里边的采光。这一块呢是它的一个中央的这一个公共区域。那上了台阶之后呢，在右手这边呢是一个隐私性的小型会客厅，餐厅的地方也是非常大，摆放下一个6人的餐桌。然后在餐厅的旁边这一块呢，这边是一个卫生间，然后在卫生间的旁边这里呢有一个厨房，厨房这里呢基本上做的也是非常的漂亮，这是之前阿姨家里边入住时候的一个感觉。在1层的这个地方呢，它还有一个后门是可以出到家里边的后院的。这个房子属于是南北通透的这么一个带2个小院的房子。那现在1层看完之后呢，我带着大家上到这个2层上去看一下。一般2层是比较有隐私性的，属于是主人或者是客人来住的地方。上到2层之后呢，在2层这里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这么一个过道，是直接可以上3层的。我们通过楼梯先来看一下南向的这个主卧室，这块呢是一个儿童房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儿童房这里的床也都是摆放着非常漂亮的，装的跟样板房一样。那在南向这里呢，还有一个小露台，是可以出到外边的，也可以看到院子里边。那这个房间里边同样还设计了一个卫生间，像这种套间的话，设计出来是将来入住的时候是比较方便的。在北向这里呢，又是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呢要比那个要大一点啊，而且在北向的窗台的位置还设计了一个飘窗，可以坐那看看书呀什么的。然后在这个房间里边同样还带着一个衣帽间，挂衣服是没问题。然后转过来之后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卫生间，是一个干湿分离的，也是够大了。在2层上楼梯之前呢，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它是有一个这种中央挑空的这么一个空间的。接下来就可以看到下边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个隐私空间。那我们现在继续上到这个3层上去看一下。老铁们，这个房子有点大，所以大家耐心看一下。能看到这里的帮牧羊点个小红心吧，给牧羊些支持。然后上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3层这里呢是属于纯主人用的一个私密空间，它这块设计的是一个书房，那这个书房的地方也是非常大啊。南向这里呢还有一个3层的露台，也是可以出去的。那继续转过来到北向这里呢，它是设计的主人的主卧房间。北向的主卧房间这里呢显得是格外的有些温馨啊，虽然跟楼下的一般大，但是设计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转过来之后呢，在这边它是有一个卫生间，属于这个房间里边纯主卧私用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浴缸呀什么的都是布置齐全的。最主要的是在北向这里还带了一个小露台，大家可以看到没？一个小露台可以出去放风的，也可以看远处的风景。忘了告诉大家啊，在远处的这个位置下边就是湿地公园，下边绿郁葱葱的全是丛林，那种感觉特别舒服。旁边就是县城，县城的交通配套什么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在北京价值300万的房子，在这儿呢38万直接搞定。咱们进去看看啊，这个房子跟北京是有什么差别的？路程的话过来也就是个20多分钟。这个进入这个户这个大厅还是比较不错的啊，人家怎么说也算是个高档的这种小区了。
感觉还是比较不错啊，大吊灯、楼梯间，还得上电梯是吧？楼层不错，9层9层的，9层，总高11，总高11层，那还算是一个好楼层。 7上8下9老大。咱们看看这进来之后，看看这大厅，这一个公共大厅就这么大个儿，是不是公摊挺大的？公摊不大，公摊不大。进来看一下啊，哇，这就是那个房子，60多平是吧？对，一室一厅。妈呀，这个地方还挺好的哎！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大客厅啊，天然气入户，天然气直接入户是吧？70年产权，70年产权。那我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大的客厅，那这个地方曾经是做民宿了是吧？对，这床可以撤掉，这就是一个客厅嘛，对吧？直接就是客厅。我们来看一下里边，里边这一块是卫生间对吧？有电吗？没电啊。我们来简单看一下，里边有卫生间，可以洗澡。然后卫生间南向这一块呢，我去，直接在屋子里边干一温泉，大浴缸啊，这就是温泉入户那个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是一个温泉入户的，而且在南向这一块呢，实际上这个地方是可以设计成，这是一个卧室，可以设计成啊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基本上就快结束了啊。刚才我把这房子整体给它拍了一下，要说跟北京那种300万的房子，我说实话真的没有任何的区别。你说这个面积大小的都没问题。唯一的就是因为它在北京的旁边，因为地势问题吧，所以差距一下就出来了。所以说，很多北京的老人弄个便宜的捡个漏啥的，愿意来这儿养老休闲，因为生活成本比较低，老人比较细嘛。好了，跟着牧羊看好房，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北京的一个老太呢，是花了72万在北京，近郊买了一个带院的房子啊，128平，还带着温泉入户的。总价才花了72万吧，真是会享受这种养老日子呀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他这个院子跟前了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家这个院子。看这个院子里边虽然不大，但是院子里边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做得很漂亮，而且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温泉池。这个房子呢是1层和这个2层都是他家的，里边是非常宽绰的。我们现在呢带着大家进到房间里面去看一下。要说这北京老太太真是会享受生活呀。哎呀，躲到北京郊区，享受着清静的退休日子，而且还能天天泡温泉。看这小区的环境里边，绿化的多好，特别安静啊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老太太家门口了，看人家这种的老两口在这儿呢弄个温泉房，住着还挺心宽。我们进来之后呢，就可以看到像这种房子是非常大的啊，而且是怎么来说呢？按性价比来讲的话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大客厅这块呢，直接是沙发。而且在这个客厅的南向有一个小空间，是可以放下一个榻榻米的。这一层呢还带着一个卧室啊，平时老人的话是睡到这个房间里边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南向还带着一个小露台，而且在这个房间里边呢是套间。像这种房子在我们这儿呢，基本上还有很多啊，都是专门供着给养老人来用的。好了，跟着牧羊看好房，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2024年房子是真的卖不动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眼前这种大别墅，当时买的时候都300多万，现在房东呢是在国外也回不来，185万就要血淋淋的去把它卖掉啊。我们今天呢也是过来实地看一下啊。
大家看一下啊，这边是离北京比较近的，而且是特别凉快。房子前边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公园啊，是在这个小区里面的，证明它这个房子的位置当时也是选的比较好。我们现在呢来进到这个别墅里边去看一下啊。眼前所看到的这块呢是它的一个入院的这么一个空间，这块呢是可以停下自己私家车的，院子也是相对大一点啊。那我们现在从这个南向的入户门进到房间里边去，带着大家深度的来体验一下。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别墅呢，它是一个直接双通透的这么一个空间，南北通透，直接就可以看到北向的落地窗。客厅这一块呢也是比较的宽敞啊，虽然杂乱了一些，但是收拾起来还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北向这一块的餐厅位置呢也是相对较大一些啊。那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再往里侧走一走，在餐厅的这个位置呢，它是一个厨房的空间。厨房这里呢，它是带着一个 L 型的橱柜。那转过来之后呢，在一层的这个位置是直接有一个上楼梯的地方，然后在旁边呢，它是带着一个卫生间。南向这里呢，还带着一个长辈房。长辈房这里呢，像是被人睡过的样子啊，比较干净。那现在我们一层看完之后呢，然后现在我们上到这个二层上去看一下。据说二层的这个空间里边也是非常的灵动。二层上来之后，楼梯正对的这个方向呢，它就是一个二层的主要工位。这里边呢做的是干湿分离，而且马桶、浴室还有这个窗户都带的非常齐全。在咱们右手这一块呢，它是一个户外的露台，露台上边呢，平时你可以摆个摇椅乘凉避暑。那转过来之后呢，在南向这里边呢有2个卧室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右手边这个大卧室。右手边这个大卧室呢，它是相对较大一些的，而且在南向这里呢还有一个露台，露台平时晒衣服也都可以。大家可以看到前边没有遮挡，证明当时房东看这个别墅的时候也是位置钱他是肯定掏出去了。从这个房间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在旁边是他的儿童房，这是他家里边小孩曾经睡的，因为现在人家 money 比较冲，都搬到国外了，这个别墅只能是185万，说扔就扔。自从贷款买了这儿的房子，真的是把我们一家都害惨了。5年时间，生活是一落千丈啊。本次戴眼镜的李姐呢，5年前在我们这儿400万贷款买套房子，如今想卖出去，可能100多万有人要，都算不错了。5年前，李姐呢还是一家外企的高管，年薪呢也是上百万，贷款400万，压根对于她就不是事儿。但是这几年呢都不太景气，现在的工作也没了，自己的年岁也大了，工作是不好找，实在是承受不住这个房子的贷款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现场看看啊，这个房子多少钱能帮他卖出去？这个市场呢，说实话，100来万估计也就这样了。大家看看啊，房东这个3层的带着大花园的，180万就要给我们今天。小区里边的这个街道是非常干净的，而且都已经很成熟了。这个地方住的都是北京的那些稍微有点钱的人，但是又算不上太有钱。在这儿呢，当时买的时候都是200-300万一栋，这种大房子大家可以看看，都是3层的，而且院子呢也都特别的大。我带大家来找一个院看看啊。这家院子呢是前边有一块，然后侧边也有一块，后边那个地方会更大，那个地方大概有100平的一个大院子。哇，这家的院子更大，这个院子特别大，从这儿直接就可以进到里边来。我带大家来看看院子里边种点啥不行啊。看看旁边这家也是这样的，真够大的。后边呢跟着这些小洋房，40-50万一套，里边全都装修好了。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就是隔着一条马路，很多北京人早些年都在这边买房度假，因为当时房地产市场也好，轰轰的强也很正常。现在这个市场嘛，中国人不就是买涨不买跌嘛。好了，跟着牧羊看好房，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前几天收的恒大120万的房子啊，现在别提多痛苦了，40万报价能卖出去吗？都快白给了。恒大呢，现在有这么掉价吗？考察周边的时候呢，像什么生活配套啊、交通设施啊、高速高铁啊、公交车呀，都是很便利的，而且学校、医院旁边也都带着。所以当时炒房的时候呢是非常火，没想到现在客户来的时候呢说是给40万，难道就是因为恒大吗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带着大家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去看一下啊，这个房间整个都给装修好了，当时的品质也是算得上是 No.1 了。
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房子跟前了，进到家里边来看一下啊。房东现在是40万，说是已经报的已经是一口价。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块是它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餐客大厅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在这个地方都已经装修好了，而且铺的都是这种木地板。在餐厅的北向那里呢有一个厨房，厨房呢也是都给做好了这些橱柜。然后在厨房旁边这一块呢是它的次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这个小次卧里边呢，将来是可以睡孩子的。在次卧的对面这里呢，是它的主卧。主卧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啊，主卧这里跟次卧的大小空间是感觉差不多的，而且前面这块呢还有一个露台，大家可以看到啊。中间这里呢，它是它的卫生间了。这个卫生间呢也是非常的大，而且里边也可以做成干湿分离的。之前这种房子都是卖到120万的，现在40万。装修都给装修好了。如果论成本的情况下，老铁们你们分析一下，这个东西现在值吗？